站在我身后，感受我的感受。无论我如何走，如何冲破这无尽的折磨，可是分岔路那么多，你是否也期待着我用重逢解开一切枷锁？想要和你寻找出口，逃出这迷宫。你说微风吹过那时你在想我，惦念着你的温热，一瞬就足够，想一生厮守。一心，怎么了？怎么魂不守舍？莫非练功出了什么岔子？掌门师姐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叫我大师姐吧。大师姐，我感觉师父走了之后，这心里空落落的。不对，我记得你当时去了趟燕山派，回来便如此。你和我说，君未期和他师祖游历去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我的空虚，竟是因为他。一心很在意君未期。以前也不甚在意，还有些看不惯那嚣张的傻模样，我见他便想捶他。再后来吧，他整天死缠烂打，在我身边聒噪，我却没有那么讨厌他了。哦，再后来啊，他陪我练武，与我聊天，我的功力日益增长，而且有他在我身边，我的心境似乎也开阔了许多。年轻人的交往真好。我把他当朋友，当伙伴，他似乎也很欢喜的。可是后来我们想法不同，我嫌他背懒，不思进取，惹恼了他，便再未相见了。君未期脾气很不好吗？我之前都把他揍得遍体鳞伤，他总是对我笑的，应该说是脾气挺好的吧。脾气这么好的人也会生气啊？可能我伤了他的心吧。据说招大哥脾气极坏，为何对我却温柔如一，从未发火？难道我们是上天注定的？一心怎么不去问问君未期为何生气？我想去问，可是他下山游历去了。若他此时在我面前，我一定会向他道歉的。之前口不择言，让他伤心了。道歉？招大哥道歉是什么样子呢？
不行不行，这一心会打死我的。一心，啊，就是你说的那个人选啊？那你怕什么呀？哎呀，不行，我们俩连手都没拉过呢。哎，不行，太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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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不然，我看咱们还是放弃传功这个办法吧。啊，好在现在出城不久，这天黑之前呀，咱们还能赶得回去。可是，这左右都出来了一趟，如果不试试的话，哎，如果一心不同意的话，见一面也是好的呀。那说不定他也在偷偷的想着我呢。黑狗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你决定了？嗯。确定要回燕山？好。走。哎呀，不过，今天那个场面，便是咱们不满意，也不好当场发作。好在，两个敌对势力，不过是个形式，名存实亡多年了。站在旁人的角度来看啊，玉郎和邢木还是颇有些胆量的。那我们该如何自处？管，还是不管？二师兄觉得呢？啊，管，不管，不管。等师傅回来，该如何交代？推给我？切，师傅不会相信的，不会相信。老四走了，不如推给他，就说他走之前定的。好吧，好吧，自当我没说，自当我没说。咱们三个啊，还是都闭关去吧。啊？今日几位长辈的表情，好像不是太好啊。但也没办法，我现在可以抗衡20波与30波联手，加上大师波便不敌了。那停，他们只是心中不快，怎么会对我们出手呢？只是需要个化解的方法罢了。啊，稍安勿躁。掌门师兄，
大师兄，3位太长老刚才宣布闭关了。知道了。哼，人老精，鬼老灵。这几个老的躲了，哼，好事坏事？算是好事吧。近期，他们不会再干预我们了。那远期呢？远期，待师祖回来，他们也不会替我们挡。那是自然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没道理拖他们下水。小程，我猜你也该来了。小陈见过师兄。你与魏青年纪相仿，叫我大师兄即可。哦，大师兄。一心师姐让我问问君卫七师兄什么时候回来。这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啊。你专门为此上山？这封是大师姐让我给你的信，这是大师姐给你的信，这是二师姐给你的信，这大长老给你的信，这师祖回来了吗？那你拿着吧，换我完了，信我也带到了，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我与大师兄商议过了，决定许你一个燕山派门内弟子的身份。从今以后，你来去自由，也方便传递消息。啊！你们也有信啊？若你有上武之心，我可以代师收徒，教你燕山派绝学。这个就不用了。我娘教我的幻花神功，我练着挺好的。什么？男子也可以练幻花神功？什么感觉？皮肤越来越好，眼睛越来越大。哎，好，你爱练什么功夫练什么功夫。还没吃饭吧？边吃边说。这边请。这边请。掌门回掌门，长老回长老，你要不要这么公事公办啊？身份所爱，怕落人口舌，我们是无所谓啊，但姑娘家的名声不能坏啊。我发现，你处理感情的时候，远远比不上你玩阴谋诡计的时候呢。说什么混话？快吃吧。回头我便告诉我二师姐，你不喜欢她了。我没有。你不可乱说啊！那你为何不给我玲珑师姐回信？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你不是号称燕山之智吗？你的智呢？口才呢？我还有要事需要处理，我先走了。大师兄，你也不喜欢我大师姐了？帮我给青丘带句话。什么话？大女儿叫朝霞，小女儿叫朝露。
想不到朝行木看似莽夫，竟然大智若愚，这霸气的宣言真是令人无从招架呢。顾玉郎这个死人！我看呐，顾玉郎一来心思敏感，想得多，没有朝行木那么耿直；二来呢，因为身体差，怕自己命不久矣，没想过感情的事。师姐，你若去追求，还需主动些，用你的热情感化他的内心。那多不矜持啊！师姐，你现在跟我谈矜持啊？我不是怕他不喜欢吗？你叹什么气啊？呵呵，没事，想我娘了。朝霞朝露，他喜欢女儿吗？黑狗说他便是一仙。骨骼清奇，果然是个好苗子。哎，黑狗说，那我们带他走吧。有人来了。师姐，师姐，小程，你来了。哎，你别过来啊！师姐，你出汗了，你别弄脏我的衣服。哦，君卫七可回来了？哪儿那么快啊？哎，燕山派的人说了，短期内他是回不来了。哦，多谢了。可是师姐，啊，你若是想他，便去找他嘛，何苦在此心心念念的？我才不要去。百花门和燕山派都正常来往了，你还矜持个什么劲儿啊？我不许你说了，剑把我拿回去。哦。莫要跟着我哟。哦。唉，难以琢磨的女人们。一仙心里果然还是惦记着我的，还专门找人去门派寻我。且等等看，找机会再说。心里穿进个人，才明白寂寞。知道了快乐，所以才不快乐。被星辰照亮，又被黎明淹没。每天都为你上锁。想带你走，带你离开这忧愁，纷扰乱流，是否逃了就自由？能不能一起走，去最遥远的尽头，只想有我和你，就一直到最后。我是在做梦吗？我正想你，你便来了。你是在梦中，你梦中出现的男子，便是你未来的夫君，这是上天注定的。胡说八道！梦里你也这么不着调？
一信，你是不是想我啦？一信打招呼的方式还是这么特别。真的是你啊！快起来！君为妻，你由猎回来啦？啊，我想你了，便回来见你。哦，你就没什么想与我说的？之前我不该对你说那些话的，还惹恼了你。现在想想，我真的好后悔，我不该那样说你的。那我便勉为其难的原谅你吧。真的啊？谢啦。这些天呀，我神思不属的，想着呢，只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，要是还被我口不择言给说没了，那我做人也太失败了。既然看你有心悔改，那你就说说该怎么补偿我。你想我怎么补偿你呢？要不你打我一顿吧？啊，不行不行，男人是不可以打女人的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咱们成功吧。竟敢修炼这等邪功，你不怕被正道各派绞杀吗？这不是邪功，这是……不配！一心，你误会我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君为妻的为人，你应该清楚的呀。哦，我起初便怀疑你一个人鬼鬼祟祟、悄然回了燕山，肯定在外面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。我没有，你相信我。那你师祖呢？怎么没回来？我师祖为了我损失了20年的功力，现在他正在休养呢。你才捕了你师祖？啊？你吸了你师祖20年的功力，你这大逆不道之贼！我离心真是看错你了。你长点心吧，我师祖是为了给我梳理经脉，才给我输入功力的。我一个连长生功都练不了的废人，才补谁啊我？那你来找我到底是何意？哎呀，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一是我想你，想来见你。二，我是想让你为我传功，助我修炼成神功。杀人你！站住！别跑！你站住！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别跑！一心，我真的是来拜托你的。拜托我与你传功吗？这淫贼，受死吧！不行便不行嘛，干嘛动不动就打我呀？我今天不杀你，但要擒住你送往燕山派，你理应由门派发落。我真的没有堕入魔道，你要怎么样才能信我？我才信呢！淫贼看招！你今日便是杀了我，我离心宁死不屈。你若非不信，我也不会勉强你。我走便是。君为妻，你回来！你之前不是说你讨厌我吗？
我不忍心见你堕入邪道。你留下，我帮你修炼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修炼与不修炼已然不重要了，我要的是心心相印的信任和默契，是毫无保留的坦诚。可这些，我们还都没有呢。我可以为你传功，只要你留在燕山，莫要为祸江湖。一心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我君为妻问心无愧，就算修炼邪功，我也不会成为恶人。反之，那些身怀正派武功的人也有作恶多端的，我瞧不起他们。文琪，幻化神功。我杀了他吗？今日早课已毕，且散去，各自修行吧。谨遵掌门之命。玲珑，一心和小程呢？小程还没起，一心说他要闭关。一心，怕是想念师傅了吧？只是想师傅吗？不然呢？会不会还有君为妻？光我见到的，他便出手袭击君为妻2次了，难道还打出感情了？不好说，谁知道他怎么想的？哎呀，不过说了你也不懂。我要去找小程了，这家伙刚来几日便被揽如丝，且去给他立立规矩。花景香出手了，意大奇效。回头老夫与他说道说道。玉叔啊，我跟魏齐贤侄只见了李一心那丫头，其他2个门派的人均未见到。你别跟我说离心如此年轻就修成了幻化神功。本来呀，他是真的没练成，可不成想被贤侄一刺激，他猛然间突破了。还有个无奈，只好把人给您带回来了。这混账家伙，把自己搞成这副模样，倒是给别人帮了大忙。李一心那个丫头啊，也是担忧过甚，乱了心绪，才出手的。她还是担心魏齐贤侄走上邪道。她不会解释吗？现在没有人逼你，你又何必换回女装呢？因为我想穿女装。什么意思？没能见人呗。
这是发生了何事啊？以小程的脸皮，都挨不过去了。挨人眼了呗。你何时能把玉玲珑那婆娘给收拾了？说正经的。我发现百花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。之前我以为这里必定是山花烂漫，美女如云，妥妥的人间仙境。来了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人不单穷，还不讲理。那也不尽然吧。你是没在那住过，石川用处清楚不说，今早我便多睡了一会儿，玉玲珑那婆娘便破门而入，把我弄成这个样子，还放出狠话，让我明天陪她练功。我大概是听懂了，但你既然是百花门的弟子，理应遵守百花门的规矩。你赖个床，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给玲珑。公事私事。私事。你终于想起给那婆娘写情话了。这是我给百花门安置产业的谋划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你不是说私事吗？这便是私事。我堂堂燕山派掌门，帮着别的门派赚钱，难道还大张旗鼓吗？玉叔，如果按您说的那个方法，是不是太过惊险了？你与魏七已经接触一段时间了，想必他的脾性，你也是略知一二。若他此生习武无望，你认为他会如何？轻则一蹶不振，庸碌终生；重则自暴自弃，自寻短见。当他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，被宗泽捡回门派。当时已然是奄奄一息，饥寒交迫。老夫以长生功为他续了命。那时便有了个期待，想看看这娃娃今后能成长到何等地步。可惜，老夫救了他，却也害了他。若是当时将他托付给山下农户，怕是如今他还能帮家里下田干活，或是那家境稍好些的，没准还能知乎者也，考取个功名也未可知。如今再劝他做个普通人，千难万难。就是所说的命吧。这说明魏七贤侄还有羽叔，跟着燕山派呀，他有缘。他是孽缘了。师祖，魏七自幼长在燕山派，从未想过去其他地方生活。即便是今日不能习武，便也不会轻言放弃，更不会自寻短见。师祖给你2条路。第一，保险的法子。如今你并非不能习武，只是修行内功会有危险，所以我们可以注重外功，以内功为辅，再辅以丹药和药浴，10几20年下来，也能练个8、9不离10。届时即便不是江湖顶级，倒也算是一流高手。对，这个好。贤侄啊，咱们就选这个，稳扎稳打。魏七想听听第2个法子。天雷断体。不，贤侄啊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
这天雷断体呀，它太危险了，很多人在惶惶天威之下，直接就灰飞烟灭了。这能引雷入体的人，古今少有啊。那少有不也是有吗？不是，师祖，我选天雷断体。天雷断体，乃是兼以天雷入体，以雷霆之力净化经脉，寻常人莫说接引，离得近了，朕也震死了。不过你有老夫在侧，起码保你活命不成问题。师祖，那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全身经脉尽数被天雷摧毁，成为废人。是，东家有要事禀报你。说吧。无妨。接到消息，顾玉郎是暂代燕山派掌门。暂代？是。据说他与朝行木商议，轮流执掌门派。下去吧。哎。我这愚蠢的二弟啊！这顾玉郎岂是好相与的？他要是当了掌门，享受了权力，怎么可能还奉权给你？愚蠢，愚蠢！于承先不在的情况下，你有几分把握杀了顾玉郎？这个不好说呀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说你的条件。你不要跟我在这儿演戏了，你这几日都在伪装，你当我看不出来吗？你帮我搞垮无魂阁，搞死明红，你让我帮你杀谁都行。看样子你不只拿了明红刀那么简单吧？明红拿我当试炼人偶，这么多年，不管什么稀奇古怪的丹药和武功，全往我体内招呼。若非我莫如归命大，我早就成了孤魂野鬼。我恨不得将那个老贼挫骨扬灰。哦，怪不得你要引起夏星河的注意，让他收你为徒。可惜啊，他一人无法搞垮无魂阁，只能助我脱离苦海。还是你最合适。你们招家的势力，我可是如雷贯耳啊！碰巧目的一致，相互助力罢了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对招家觊觎过甚的话，我招家凶起来可比无魂阁厉害多了。可以，好，那我们便计划一下。这次无论如何都要让朝行木坐上掌门之位。糟了！师姐，你干嘛呢？哎，我刚好路过，看到屋子里有烟，还以为失火了呢。哦。师姐，
你这是在给谁烧纸呢？哎，你别哭啊！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一哭，别人以为我欺负你了呢。说说，师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若想哭，也别在这儿哭，好吧？走，我们出去转转，跟我走。说说吧，你为什么哭？刚刚又是为什么烧纸？莫非今日是谁的忌日？不想说便不说了。吃晚饭了吗？我估计你也没吃，我去采些果子来。我昨夜杀了君未期。你说什么？我杀了君未期。君未期，你杀了？他回来找你了？你为何要杀他？你刚刚是在祭奠他？你既然祭奠他，为何要杀他呀？他可是朝行墓的亲师弟，羽神仙的亲徒孙呐！你，昨夜他突然就回来了，我见他学了歪门邪道，便想劝他回头的，可他不听。我就想请他送往燕山派，可是他要走，我说我不懂他。然后你便杀了他？我当时情急之下一掌用了全力，然后他就灰飞烟灭了。羽神仙没在？你在哪儿杀的他？带我去看看。先是就这儿，你再给我比划比划，昨夜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先是在这个地方嘛，然后然后他把我这样在树上，我劝他，他不听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然后你过来，你站在这儿，我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就这样，他便死了。从这儿到这儿，这么远，你一掌将他击成灰。当时烟雾弥漫，然后在烟尘散尽，他便死了。我真是多余管你们的破事儿。别哭了！你给我仔细看看啊，这里连片碎布都没有。我明确告诉你，即便是我娘在，用她6层的幻化神功全力一击，也无法将一个人连身子带衣服给轰成灰。你以为你是谁呢？羽神仙呐！你动动你的笨脑子吧！你是说，一心师姐，你能不能动动你的笨脑子啊？这明显是君未期有高人在保护，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人给救走了。你连人家的毛都没摸到，还给人家烧纸啊！我看啊，你还是给自己逝去多年的脑子烧点纸吧。你气死我了你！没死，没死，君未期没死！啊，天哪，我太蠢了，君未期没死！太好啦！哎，等等我，君未期没死，君未期没死！